大家好啊，我是优步。上一期的视频中啊，我们讲解了心经的经文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是什么意思。我们得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这一句话它的重点是相应于你要达到从一个修行觉悟的人而得到自在的话，你就必须要深入的认识自我，那必须要有智慧的道理帮助你去配上后面所说的知识经验来成为一种方法。有了方法呢，还必须要有时间空间来配合你。那么今天我们就接着来学习心经的经文，照见五蕴皆空。如果我们一定要把照见五蕴皆空加以分别的话，那么一定是先照见五蕴，而后再谈皆空这两个字。所以照见的照啊，通常我们说像自己面对着镜子一样，自己看自己。因为我们人啊，通常眼睛都是去看别人，这里所谓的照是要照见自己。如果说在镜子里面看的都是别人的相，那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自己，了解自己。第二个字讲见，这个照见的见啊，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看见的见。这个照见的见相当于现在的现，或者表现的现。照见的意思啊，就是照后面要显现，是从镜子里面看到你自己，要能显现出那个自我的样子。这个自我的样子啊，不是眼睛、耳朵、鼻子这些个相貌，而是要从观去着手，再去身行。紧接着是五蕴，我们都知道色受想行识是五蕴。那么谈五蕴啊，其实就是谈自我的那个我，因为我也就是五蕴，五蕴就是我。当然它关系到肯定跟外面的色尘缘境接触了之后而有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的完成啊，我们称之为色蕴。如果你的那个自我根本没有跟外面的色尘缘境相接触，就不可能产生色蕴。所以只要色蕴一形成，色蕴的内容啊，是你直接感受得到的，就会产生感性或者理性的受。通常啊，我们说这就是心的分别。而有了感受之后啊，我们就会去想。这种想是以意念来说，或者讲心念都可以。用句最普通的话，就是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呢？我们看照见五蕴，为什么照见的是五蕴呢？而有了想之后啊，这中间能不能空呢？如果只是说我一照见五蕴就都空了，那么这个色受想行识五个东西啊，就变成一种断灭相了。什么叫做断灭相呢？其实啊，就是色蕴一形成，我不去想它，跟我没有关系，我一点感受都没有。可以说这是一种死人的现象。所以说谈五蕴啊，只要色蕴形成，必定会有感受。有感受呢，我们就会去想。这种想啊，就是一个分别的心，也就是一个自我的分别。如果经过想之后而有行为的表现，那么就肯定会得到一个结果，而这种结果啊，就是一个自我分别的结果。比如说这个灯光很刺眼，我不好受，那么我换一个，或
或者把它关掉，这都是一种行为。如果我们把它关掉，虽然不刺眼了，可是当你需要灯光的时候却看不见了，因为你把灯关掉了，当然就什么看不见了。我们从这就可以知道，这种行为之后的结果就是看不见。如果说我们想了以后选择换一个比较不刺眼柔和的灯光，同样它也会有一个结果，但是这种结果使你感觉很舒服，那又可以相应到五蕴的受蕴，而产生另外一个受的现象。不过这里的受不是受蕴这么个单一的东西，它是整个的自我之心分别的一个结果。所以谈五蕴从这个想之后要有行为才能显现它的结果。照见五蕴皆空，这种空相它不是一种肯定的结果，也就是这一种空相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从一个我们人的起心动念所显现出来的分别之心，也就是一种相对的现象的表现。皆空这两个字我前面讲过，空是空其相，它不是什么都没有。五蕴呢，从色受想行识，色蕴形成之后如果你只是一味的抗拒或者否认，只要你是人，你就会有不是感性就是理性的反应。那么究竟感性理性在佛法中怎么去分别呢？感性它是一种比较柔性的说法，而理性呢，它是比较强烈或者强硬一点。因为感性理性的本身都是一种情感作用，只是这种情感作用不是偏于固执，就是偏于方便。一般人认为固执就是比较理性，方便呢才是偏于感性。所以说空，你不可能认为你的情感作用完全不存在。佛法从来不说断灭，它是说生灭。所以如果说五蕴即我，接着谈皆空，是空什么呢？色蕴的形成如果以自我来分别，虽然你显现的是一个有相，但别人不相应，那不能建立共识，那么就对方而言是个空相。当别人在说些什么，而你根本不相应，也就是产生了一种抗拒，那么他那个色蕴跟你的色蕴就不同了。他的色蕴是有，而你的色蕴就变成了空。色蕴是空的话，当然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也都不会发生。所以谈五蕴皆空，是从色蕴的内涵去发现受想行识。所以照见五蕴皆空这种空相，它不是一种肯定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一种空相它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从一个我们人的起心动念所显现出来的分别之心，也就是一种相对的现象的表现。好了，感恩大家，我是尤波。